事情似乎在往好的一方面发展。然而人事难逢开口笑，天能遂人愿吗？匈奴第一个皇帝刘渊不就是五部匈奴里面左部帅的儿子吗？建安22年世岁大疫，这场大瘟疫夺走了近1000万人的生命，也包括文学史上有着不朽地位的建安七子。除了孔融和阮宇早亡之外，剩下的5个人在疫情面前集体祖传报销了。从此建安封谷只有3曹，再无妻子。曹植不无悲痛地写下说疫气，满目所见，家家都有亲人病故，户户都在接连不断的发丧，全家全族集体病亡的事件亦不在少数。曹丕给好友吴质写信悼亡故去的亲友，难过的说道：想当初咱们一块出去玩，大家出门组成车队，入座席子连成一片，把酒言欢，一起写诗，一起奏乐，真是一刻也没有浪费啊。而如今呢，徐、陈、应、刘一夜之间全部离开了。当初一刻不失，如今永失无永，其不痛哉？大晋宣皇帝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此时在曹操军中担任主簿，在南下征吴的过程当中，因感染疫情死在了长江边上的巢湖安徽居巢县，时年47。继周瑜之后，江东唯一能力在线且比较靠谱的大都督鲁肃，也在建安22年撒手人寰，随着疫情一起去了。以下为个人观点，虽然史料只说鲁肃是病故，但是考虑到疫情首先在军中爆发，司马朗死在伐吴的前沿阵地，鲁肃则是抗曹的负责人之一，两军很可能有过接触。他正当壮年，不排除是染上了大流行的瘟疫而重病不治。在这儿插播一下，周瑜去世时年36岁，鲁肃去世时年46岁，吕蒙病故的时候只有42岁。能北伐的大都督全都是壮年早逝。所谓天不佑刘备诸葛，其实亦不佑江东啊。建安七子全部陨落，大量的悼亡诗出现，这些诗文充斥着对生离死别的伤感，文化氛围是一荡再荡。文人开始从关注政治走向关注生命，摒弃世俗凡物，探索人生真谛。大死亡就在眼前，真真切切，无可避讳。肉身颓然倒下，成为一个个墓碑，玉体逐渐腐化，化作一滩粪土。人身之脆弱，迫使所有的知识阶层第一次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这也为后来魏晋空谈玄学，沉迷于宇宙的有无真谛而抛弃人间的具体事物，创造了现实主义的土壤。天灾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经济损失巨大。而另一方面呢，战争依旧在进行，人们不得已在家破人亡的情况之下，继续为军队提供徭役，缴纳军粮，交出生命。战争和瘟疫交织成建安22年的人间炼狱，太难过了，黑色幽默一下吧。建安妻子王粲生前有一个爱好，他喜欢听驴叫，于是呢，魏太子曹丕建议参加王粲葬礼的朋友们都学驴叫送别王粲。就这样，在这位文坛巨匠王粲的葬礼上，送葬的队伍当中，哀嚎的驴叫和悲痛的抽泣响彻洛阳大街。众所周知，口吃的邓艾在战略谋划上可谓是举世无双。邓艾曾经给后来的景皇帝司马师上了一份书，他指出民族政策当中有一个重大隐患，当年被曹操打散的五部匈奴，如今又被左部帅刘豹给统一了，必须马上拆分。胡汉混居，中原主体民族数量这么少，胡马深入中原腹地，你又不好好对待人家，动不动就把人家胡人当成奴隶，这就是一个火药桶啊！司马师说知道了之后就没有下文了，正忙着镇压反动派呢。胡人的问题又是一放再放，到了司马昭时期，终于把马上快要联合的匈奴再次一分为三，并且排查了户口，但也仅此而已。我们掰着手指头算算吧，184年黄巾起义，活不下去的流民超掠山东、河南、河北、安徽、江苏。189年董卓进京，残暴生灵，从洛阳逃往长安的过程当中，制造了不止一次的大屠杀，两京之间数百里成为无人区。191年，袁绍和公孙瓒界桥之战开打，一大堆斩首，年轻的棒小伙子们在大战中主动被迫献出生命。192年，曹操入兖州，跟黄巾军大战30余次。195年，吕布偷袭兖州，
曹操吕布旷日持久的对峙当中发生了人相识。196年孙策平江东，200年官渡之战，208年赤壁之战，211年渭南之战，217年汉中之战，219年襄樊之战，221年夷陵之战。这是前三国时代。后三国时代战争是一样的惨烈。222年曹丕开始了三征东吴，228年诸葛亮开始5次北伐，238年姜维开始9伐中原，238年司马懿平辽东，244年曹爽反攻伐蜀，253年诸葛恪围攻新城，263年邓艾钟会灭蜀之战。举一个例子吧，张辽800破10万，大家都喜闻乐见哈。守疆必守淮，后面两晋南北朝300年，此处发生了无数的战役。合肥、寿春一线，魏国如果丢了，那就会直接威胁到华北平原。吴国如果拿不下来，就等于长江上始终歇了一颗钉子。然而容易忽略的就是孙吴和曹魏两方以合肥为中心，合肥之战前后6次开战，时间跨度长达了50年，直到西晋灭吴。大家可以想一想，50年来在合肥有多少俊逸少年变成了无名野鬼啊。从1184年董卓祸乱开始，到280年西晋灭吴，华夏大地上的战火烧了近100年。请问这100年的战火的燃料是什么？是井然的秩序、昂扬的精神、肥沃的土地、珍贵的粮食，以及不值钱的生命。战争酷烈，土阜扎堆，疫情蔓延，天灾频繁，气温下降，中原大地100年来流血惨重，沃土变荒原。直接上数据吧，华夏主体民族人口从5600万锐降至1900万。东汉三国的100年来，人口损失5000万以上。有人说，如果刘备诸葛胜利了，后面的历史就不会沉沦了。这话是错的，开玩笑，或者骗一骗无涯过客就罢了。刘备胜利了，也改变不了主体民族数量剧烈下降的事实，也改变不了全球气温降低，汉主体民族在北部边界线可以农耕的土地越来越少的事实，也改变不了大庄园主经济基础必然会塑造世家大族上层建筑这一规律，也改变不了500年来胡马南下的大趋势。其实我也多次发问，刘备诸葛可以改变第一帝国在流血成河中痛苦蜕变的必然吗？265年，魏晋善代之际，5部匈奴首领刘豹的儿子刘渊来到了首都洛阳。280年，西晋灭吴，新生的国家实质上统一了。11年后，八王之乱开始了，西晋径直走向沉沦。Over。